疫情期间，各行各业都不好过。本来还是这个卷那个卷，现在好了，想卷都卷不了了。普通人发愁房贷、车贷、消费贷，国家发愁经济低迷起不来啊！怎么熬过这场经济危机？所有人都在想办法。各个国家也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什么样的办法都有。漂亮国财大气粗，直接发钱。一些小国有样学样，结果发现这不行啊！别人有美元霸权，发再多也有冤大头买单啊，多印几张纸的事。可咱这却是真金白银发不起啊！再比如种花家，社会主义老一套，控产能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工代赈，大搞基建，增就业，保消费。但是疫情之下，人口流动多多少少会受点影响，消费还是起不来，怎么办？于是就有专家说了，效仿漂亮国发现金稳消费。比如前几天嘛，某漂亮国归侨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针对上海疫情提出了这么一条建议。呼吁政府直接给上海收入最低的60万家庭每户发放1万现金补助，这样做有用吗？有用，但有效吗？不一定。现在疫情期间直接发现金确实能解决一部分人的燃眉之急但这个燃眉之急是消费吗？不好说。房贷不用还还是车贷不用还了？如果发放的现金流到了这2个板块，能起到稳消费的作用吗？就算不用还房贷车贷，现在疫情结果未定，谁都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你以为他们会像漂亮国那样讲究消费主义，有钱咱就花，早消费早享受吗？仓鼠大家知道吧？种花家兔子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个大号的仓鼠，能吃会吃，尤其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它会本能的去囤粮，借以度过危机。所以这些直接发放的现金，大部分的归处不见得就是消费市场，而是银行。种花家的兔子讲究细水长流，高筑墙，广积粮才是王道。很明显吗？对种花家的兔子来说，直接发钱没有用。再有一条，种花家没有漂亮国那样的美元霸权优势直接发钱的代价和风险相对也要高得多。这点上，消费券其实也大差不差。虽然能保证流向消费市场，可这里面又涉及到商家信用以及一系列的市场监管问题。否则市面上这个打折那个补贴看着划算的不得了，结果算来算去，消费者却发现用了消费券，最终成交价反而更贵了别说你没遇到过。另外，消费券补贴的少了，使用消费券的本金从哪来？我想买辆法拉利，商家给我发了一张5块钱的消费券，有用吗？有用。我会用吗？我觉得商家在侮辱我。消费券补贴的多了，跟直接发钱又有什么区别？通胀风险依旧存在，甚至可以说是必然存在还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问题反而更多了。可不管怎么说，经济危机还存在，消费低迷是事实，总不能放着不管吧？那你得先知道什么是经济危机。很多人喜欢用经济危机自嘲手头紧，但严格意义上来说，你那不叫经济危机，你那就是穷。因为经济危机还有另外一层意思经济危机的本质其实是供求关系失衡，它可以是供不应求就是刚说的手头紧，也可以说是供过于求，或者说是产能过剩。1929年大萧条就是供过于求。现在的经济局势也可以这么理解再说的直白点，标重点就是穷人太穷，甚至吃不上饭，或者也可以理解成穷人太多，所以经济危机。既然看透了经济危机的本质，那想要安全的度过经济危机还会难吗？不难。最简单的办法，消灭穷人。瘟疫、战争、饥饿，这路子可太多了，直到供需关系再次恢复平衡经济危机自然迎刃而解。但这里容我多说一句话请问您是法西斯吗？如果您是，请后台找我，我这边好列个名单，改善一下生活。如果不是，那就当我没说。这玩意儿太不人道，代价也太过惨重。古代王朝兴衰史了解一下，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当然也是有的，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吗？不是。下来说说这第2个办法，刺激消费。开头说的房贷、车贷、消费贷这些个贷款方式，其实就是刺激消费的体现。我后边之所以说房贷、车贷不算消费板块，是因为国情不一样很多人他不把这个当消费品，而是作为投资品，那意义可就不一样了。回归主题，穷人不是没钱吃不上饭吗？我可以先借给你等你度过危机再还我可是这种办法也有弊端。大家都知道，贷款消费的本质其实是提前消费，现在花未来的钱如果能确定经济危机持续时间不长，只是一次小波动，就比如我现在手头紧，如果没有补充，资金链很可能就断了。但是我确定过段时间我就会有一笔不菲的收入，这种情况下我贷款消费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无非就是未来那笔收入会缩水一点点。可如果这场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会很长，或者未来那笔收入没有了，那问题就出来了。因为这种情况下，你所谓的贷款消费，现在花未来的钱，说白了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没有收入作为补充，这个窟窿只是挪了个地方，它必然一直存在。就比如这次疫情，很多人受影响，待业在家，为了生存，无奈选择了消费信贷。等疫情过了，找到工作后再评上。可如果疫情一直持续下去，这些人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消费信贷，直到利息甚至比工资还高了。那么请问，等疫情结束了，就算你找到工作了这个窟窿你还能填上吗？这就是消费信贷的弊端它并不具备完全解决经济危机的能力只能说是在满足一定前提条件后才能解决经济危机，剩下的顶多就是推迟危机爆发，而且迟来的危机往往要更猛烈一些。那么就只剩下第3种办法了，以工代赈。说白了就是政府出资给穷人安排工作，然后给穷人发工资，穷人再把这些工资用在日常消费上，这样不就可以刺激经济了吗？1929年大萧条以后的罗斯福新政用的就是这个套路。古代春秋时期的管仲每逢灾荒之年就雇佣百姓大修宫殿和农田水利，也是这个套路。种花家的大基建同样是这个套路。不过说话说两头，凡事有利弊。虽然对于基础设施还相对较差的国家来说，以工代赈选择基建这种又脏又累还长期不盈利的项目，确实真是很不错的选择，既省去了甄别成本，不穷到一定地步没人愿意干这活又不会造成过多的人力物力浪费。但是稍微懂点经济的朋友应该都能看出来，以工代赈其实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会造成财政赤字。毕竟国家自身并不具备生产能力它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所以对于没点家底的国家来说，随随便便还真不敢碰。不过说实话，对当今的社会来说，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政府没钱了可以举债以国家信用为背书发行的国债，不是说钱借给了国家就打水漂了，而是能产生实在收益的，还怕没人投资吗？真要到了国债都没人愿意投资的地步，那这个国家距离触发王朝周期率也就不远了。所以单就种花家而言，国家信用足够强，工商业繁荣程度足够高，基础设施又相对不完善，那么想要熬过疫情，熬过这场经济危机，改变经济低迷的现状，选择以工代赈这种具备可持续的方式，明显是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大家说，直接发钱和以工代赈，如果是你会选哪个？当然了，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嘛，度过经济危机的办法有很多，我说的也只是我知道的。因地制宜，各类型的复合型办法同样也有很多，而且保不齐哪天就会有哪个天才一不小心就创造出了一种没有弊端的新方式呢？这谁能说得准呢？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